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口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为大家深度解读一本被誉为经理人圣经的经典之作《格鲁夫给经理人的第一课》。这本书的作者是英特尔公司前 CEO、硅谷公认的硅谷之父安迪·格鲁夫 （Andy Grove）。作为一位从匈牙利移民到美国的工程师，格鲁夫不仅带领英特尔从一家存储芯片制造商转型为全球领先的微处理器公司，欢迎其卓越的管理理念影响了无数企业家和经理人。格鲁夫给经理人的第一课虽然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但其中的管理智慧至今依然熠熠生辉。这本书不仅为初入管理岗位的新手提供了实用的指导，也为经验丰富的经理人提供了深刻的洞见。格鲁夫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实战经验，揭示了高效管理的核心原则，并提供了可操作的策略和方法。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作为经理人，你是否曾感到力不从心，面对团队的问题感到无从下手？或者，你是否曾希望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让你的团队更加高效、更加团结？让我们来看看格鲁夫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在英特尔面临转型危机的关键时刻，格鲁夫以其果断的决策和卓越的领导力，带领公司走出了困境。他曾说过，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句话不仅体现了他对行业趋势的敏锐洞察，也反映了他在管理上的坚定信念。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这本充满智慧的书，看看格鲁夫是如何将他的管理哲学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一部分，管理的本质，从产出导向谈起。格鲁夫在书中首先提出了产出导向的管理理念。他认为，经理人的首要任务就是提高团队的产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经理人需要关注3个关键要素：直接成果、团队建设和未来发展。格鲁夫的管理理念基于对人类行为和组织动力的深刻理解。他强调，经理人必须具备系统思维，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团队的方向和节奏。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期望下，能够发挥出更大的潜力。格鲁夫的管理方法正是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和期望，来激发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在实际应用中，经理人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实现产出导向。1. 设定明确的目标和优先级。格鲁夫建议，经理人应定期与团队成员沟通，明确团队的目标和优先级。这不仅有助于团队成员理解自己的工作重点，也能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书中提到，经理人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设定目标，并确保团队成员理解并致力于实现这些目标。2. 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支持。为了提高产出，经理人需要为团队成员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支持，这包括提供培训机会、解决工作中的障碍以及给予适当的授权。3. 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格鲁夫强调，反馈是提高绩效的关键。经理人应定期与团队成员进行1对1的沟通，提供建设性的反馈，并帮助他们制定改进计划。在英特尔，格鲁夫通过实施产出导向的管理方法，成功地提高了公司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他要求每个部门都设定明确的目标，并定期进行绩效评估。通过这种方式，英特尔不仅在技术上取得了突破，也在市场上占据了领先地位。第二部分，管理的艺术，从激励与沟通说起。格鲁夫认为，激励和沟通是管理的2大核心要素。经理人需要通过有效的激励手段，激发团队成员的潜能，并通过良好的沟通，确保信息的畅通和团队的凝聚力。心理学研究表明，激励可以分为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内在激励源于个人的兴趣和成就感，而外在激励则包括物质奖励和认可。格鲁夫的管理方法强调通过设定挑战性目标，提供成长机会，以及给予适当的认可，来激发团队成员的内在动力。1. 设定挑战性目标。格鲁夫建议，经理人应设定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以激发团队成员的潜能。书中提到，挑战性目标能够激发人们的斗志，并促使他们超越自我。提供成长机会。经理人应关注团队成员的职业生涯发展，提供培训和学习机会，帮助他们提升技能和知识。3. 给予适当的认可。格鲁夫强调，认可和表扬是重要的激励手段。经理人应及时肯定团队成员的贡献，并给予适当的奖励。4. 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有效的沟通是团队成功的关键。经理人应定期召开团队会议，倾听成员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信息。在英特尔，格鲁夫通过实施激励与沟通的管理策略，成功地打造了一支高效、团结的团队。他定期与员工进行1对1的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惑，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导。通过这种方式，格鲁夫不仅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也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第3部分，管理的挑战，从应对变化谈起。
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经理人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应对变化。格鲁夫在书中详细探讨了如何识别变化、评估风险以及制定应对策略。格鲁夫的管理理念强调，变化是不可避免的，经理人必须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决策力。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对变化的反应可以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逃避。格鲁夫的管理方法鼓励经理人积极面对变化，并将其视为机遇而非威胁。1. 识别变化，经理人应时刻关注市场动态和行业趋势，及时识别潜在的变化和威胁。书中提到，变化是常态，经理人必须时刻保持警惕。2. 评估风险，在识别变化后，经理人需要评估其对团队和公司的影响，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3. 制定应对策略，格鲁夫建议经理人应制定灵活的战略计划，以应对各种可能的变化。这包括设定备选方案、建立应急预案，以及保持团队的灵活性。4. 培养创新文化，为了更好地应对变化，经理人应鼓励团队成员的创新精神，营造开放、包容的工作环境。在英特尔面临存储芯片市场萎缩的困境时，格鲁夫果断地带领公司转型进入微处理器市场。他通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果断的决策力，成功地带领英特尔走出了困境，并开创了新的市场机遇。这一案例充分体现了格鲁夫在应对变化方面的卓越能力。通过以上对格鲁夫给经理人的第一课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格鲁夫的管理理念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深度，也具有极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书中提出的产出导向、激励与沟通以及应对变化等核心原则，为经理人提供了实用的管理工具和策略。亲爱的书友，如果你希望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打造一支高效、团结的团队，那么格鲁夫给经理人的第一课将是你的不二之选。我强烈建议大家认真阅读这本书，并将其中的管理智慧应用到实际工作中。记住，管理不是一门静止的科学，而是一门不断发展的艺术。格鲁夫的管理理念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但这条路需要我们自己去走。希望大家能够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将书中的智慧转化为实际行动。在结束之前，我想用格鲁夫的一句话来激励大家：成功不是终点，失败也并非末日，最重要的是继续前进的勇气。愿大家都能在管理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取得更大的成就。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你们有所启发。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或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祝愿大家都能在管理的旅程中收获满满。谢谢。